这个随机杀人啊，第6天了哈，警察重返这个现场，要用3D 雷射扫描仪还原犯案的过程，其实都已经事后也没什么用了哈。那当然希望说，因此就增加更多的这个教训了，以后万一不幸又碰到同样的事情，看能不能处置快一点了哈，减少一些伤亡了哈。那他三个人加他自己4个嘛哈。那雷射扫描仪第一次曝光哦，那么在成品的4楼、5楼跟顶楼是模拟的重点，看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到底怎么弄的啊？那另外呢，他还定了一个当时香港那个女相尸案的旅馆，哦，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定那个旅馆呢？哦，是不是还要发动第3波土查计划？它是一波的，在这边丢什么烟雾弹啊，在那边烧汽油啊等等哦，让警察疲于奔命啊，然后他一个一个的还化妆成路人啊等等哈，所以很缜密啊。哦，那到底他跳是真的想跳死了，还是原来有纸箱，他以为可从里面逃掉，再去做第3波的犯案哈？那另外呢，他的硬碟哦要破解硬碟到底怎么回事啊？看看硬碟有没有什么东西。结果呢，说这个硬碟哈没有办法，刑事局求助原厂，哦，希望呢原厂能够帮助他。结果原厂呢大概碰壁不给他哦，不告诉他。那结果呢，这个现在叫暴力破解哦，就是呢，因为现在什么叫暴力破解？他现在要10的48次方啊，这多少？你怎么0000000000100020002要48次方去搞死你了哈。那另外呢，他的租屋处说没有充电的电线都没有，那奇怪，他这个住的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冰箱也空，飘着浓厚的汽油味，这里面还不少汽油桶哈。那游淑慧说呢，这个6点到8点有一班，3点到5点一班，在北捷了哈。但是呢，5点到6点居然是空的，所以呢，让他在那边现场勘察。哦，搞不好找到机会了。这个时候警察空的哦，所以在那个时候作案哈。所以为什么会有1小时的空窗？这很奇怪，照理讲不应该有空窗的，怎么会有空窗？干嘛呢？啊，5点的吃饭吗？吃饭也可以轮班吃啊。啊，那后来呢？专案小组公布他的邮局金流，他妈妈2年给他82万哦，而且他全部买了武器，然后除了基本生活费都去买了武器了哈。那他爱看日本的动漫哦，喜欢玩角色扮演。哦，然后喜欢玩手游哦，说他的平板电脑里面显示大概是这个东西了哈。好，那他父母昨天也下跪啊，我觉得他父母也很可怜了，有这么一个孩子养这么大，搞这样事情已经很难过了，就还要跟大家道歉哈，真的是情何以堪哈。如果他知道他父母会这样子，我不知道他还忍心干了这些事，还是没感觉。我们看一下。张文在19号犯下恐怖攻击事件，警方根据现场证据调查，原本以为攻击行动直到中山商圈。他的计划就是很明确，就是在中山区林森北路纵火，然后在北车攻击，攻击以后到他驻地是中山百货了哈，他所谓的中山百货就是成品的南西店，在攻击这样就他的计划书在这边就结束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点。只是专案小组确认张文电子邮件后，发现他曾在订房网站预定25号到27号3天入住大同居巷弄内这间旅馆，是否代表他还有第3波攻击？不排除锁定圣诞节，甚至是跨年人潮。警方曾进到他的旅馆房间搜查，从租屋处带来的推车里面有11颗汽油弹。据了解，张文在订房网站先预定前进基地3晚是17号到19号，后来在大同区另一家旅馆下订25号到27号，步行到成品南西店，只要走270公尺，约4分钟。但中间20号到24号他要去哪也还不清楚。为了重建张文杀人案的环境，检警又回到成品南西店。不到9点，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一身西装抵达现场。南京西路交通流量大，为了降低对民众的影响，警方没有封街，派出多人短暂交通管制，为的就是方便这台放在马路中间的器材可以记录周遭样貌。警方会出动3D 雷射扫描仪器，为的就是快速完整记录南西店4周的空间。后续透过软体就可以还原张文随机杀人案件的犯罪过程，而今天的工作不止在这儿，包含南西店前方的十字路口、成品4楼顶楼，还有北车站的现场，以及张文在公园路租屋处和入住了旅馆，甚至他最后身亡的位置。犯下社会瞩目案件，张文坠楼身亡，检警案发后第6天重建全貌，拼凑过程和动机。那所以你这个心理学博士怎么看？
没有，我觉得检警用3D 用一些检测去还原当初犯案的一个现场，我觉得这有其必要性。甚至议员提出质询，就是说为什么5点到6点这是个空窗期，在我们的警备未来再发生这种事情该怎么样来做处理，这也要追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甚至目前为止，很多人还在讨论这件事情，不断的延续，就是说哦，还好被这个及时被制止了，否则我们在这个圣诞夜的时候呢，他可能要再发动第3波。大家透过没有发生的事情，享受那么一点点存余下来的安全，然后大家觉得松了一口气，这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该做都要去做，然后呢，警方不断要破解他这个所谓的电脑，你不用去破解，你也知道他绝对是一个手游，绝对是一个电竞，绝对是一个线上游戏的爱好者。因为我有透过这种虚拟跟真实之间的一些的混淆，你才有办法去稍微去做解释，他为什么身为一个人类会做出这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真的是觉得，反而对我们这些诚如大哥所提到学心理学的，不管从郑捷的事件到张文的事件，我们都要彻底去看一下。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看出一个非常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因为包括美国校园事件，每个人都说是孤狼犯案，我们唯一可以这个归纳出来的。这些家庭其实都还算是正常，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疏离的。父母亲没有问题，他们你看妈妈也提供了这些必要，因为没有一个妈妈会愿意花20年多的时间养出一个杀人犯，所以妈妈在这个时候2年当中，成年儿子当没有办法的时候，会给他钱。网络上不断在批评说这个妈妈是不是纵坏他，很多人妈妈会给他82万，他搞不好因此创业成功，好不好？郭台铭的妈妈就给他钱，所以不需要去再去承受说这个他妈妈到底是做什么。每一个孩子，光是这个搞不好张文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搞不好发展的也不错，同样一个对待，他的发展就是不一样。所以这是跟每一个人的这个气质是有关系，跟父母亲的教养当然有，因为父母亲跟孩子的疏离会造成，还有包括你刚刚所解读里面他的这个 LINE 的这个朋友，还有他过去在朋友圈当中，这是比较安静，比较是独立，都是自己的，这些都是属于社会社交的边缘人，都可以来做一个解读。但是我真的必须要去说，以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只能不断的在现有可以的警方到底未来时候，是不是在这个所谓的北捷，在所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还有即将要面对的今天晚上的圣诞夜，或者是这个所谓的12月31号的跨年，我们警方该如何来做一个处理？然后呢，堆叠完之后，还原他的现场之后，终于发现可能他的逃生路线，他等等，可能有一些简单的。但是我要问，从郑捷案件到张文案件，我们真的可以从他的家庭背景，从他的教养的方式，从他学校，还有他一路的成长，当他不被重视、不被关注，然后呢，把这些原因全部堆叠出来吗？从过去到现在很困难，我们只能说这件事情当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立即的时间该如何做一个保护自己最大的一个方法，亲子关系顾好，社交人力顾好，然后该什么剩下的，我说实在的，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法了。而且你现在警方只是事后嘛，事后诸葛，就要他怎么样？你要研究不是事后，是未来他会怎样？对，你看他去研究郑捷，对不对？然后呢，他比郑捷还可能搞得更害人的一套。那以后如果不可能就只停止的了，以后呢会研究他们这2个，然后呢会再加码，再想办法再增加。所以你检警就特别警方，你除了看他们以外，不是只是说他们怎么以后防止这个，他们怎么加码？你要想到他将来会怎么做，那可能更重要啊。可能怎么做更重要，因为他将来不可能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啦。休息一下再回来。哎，这个凶险的父母啊，你看2个。对啊，下跪道歉，其实当然了，怎么说呢？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所以不是只有父啊，他整个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他整个的问题是很大、很复杂的啊，就不是3言2语能够讲得好的了哈。那所以呢，这个父母啊，跟大家道歉啊，说呢会配合司法调查啊，到底他动机是什么啦？为什么这样呢？从小到底怎么样了啊？我想很多心理学家啦、教育学家啦、犯罪学家也想了解到底怎么回事，来防止了哈。他是27岁，哦，他犯案，父母下跪。他如果早知道父母这样，他好，我不知道他好意思吗？犯案叫父母到底怎样啊？啊，那说到底谁花20年养杀人犯？哪一个父母愿意这样子的？
哦。那另外呢，这个瑜伽场的妈妈真了不起，我真的是了不起哈。通常遇到这种事情，一定都很气嘛，这个儿子这样死，但是呢，他还说不怨这个凶手哦，而且不要指责他的爸爸妈妈哦，他认为他的心理一定是有问题的哦，等等哈，而且还今天还捐了200万，对哦，人家给他们的补偿啊什么哦，这个慰问金捐了200万哈。所以这是真是不容易了哈，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可能因为有这样的妈，才有这样的儿子愿意牺牲嘛。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该牺牲吗？如果不牺牲，对，哦，就是好吧。所以他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最好36计走为上策，跑为上策了，不要想要。但是他因为他的阻止，可能又少死很多人呐、哦。那另外呢，这个废死联盟这时候讲说，这个你万一错杀一个人，就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应该立刻宣布停止死刑的执行，要保障人权。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讲说，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死刑啊，没有吓阻作用啊，所以这些人不怕哦，就一再的这个犯案啊，反正不会死嘛。哦，现在也没有什么终身监禁，判个无期徒刑25年就放出来了。假如我现在20几岁，这边25年40几岁啊，表现好，我在监狱里面很好啊，念金刚经啊，拜佛啊，祷告啊，说我悔改了，25年放出来，也不过40几岁啊。哦，那怎样？哦，所以呢，这个废死联盟就很紧张，说赶快宣布停止死刑啊，要保障人权啊，万一错杀一个怎么办啊？等等等等啊。好，那网络就是你们自以为清高啊，而且是现行犯，你什么有些可能还要考虑，有些根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嘛，对不对？你还怎么样？还不能判死啊？哦，好，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张文的爸爸跟妈妈。把张文所犯下的那个滔天大祸，对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以及对受害人及其家人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痛苦。我们想在此向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手机都开好吗？那接下来我们会全力配合司法的调查。嫌犯张文父母拿着预先写好的手写声明下跪道歉，父亲一度讲到哽咽时，伸手握住妻子的手。我们想在此向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手机都开好吗？对不起。只是警方清查账户，发现张文母亲就是他最大的金源。从2023年3月，张文还没离职前就开始汇入45万，同年底至1月初，短短4天陆续汇10万。去年至今年10月，每季汇3万至6万不等，总共27万。3年的期间给儿子82万，再加上他保全离职的存款6万，宠爱儿子的母亲却被当提款机。张文把钱统统拿来网购，买汽油弹、刀械、烟雾弹等等，只为了完成自己的计划。事情是他儿子做的，跟他爸爸妈妈没有关系，没有去怨他，因为他可能就是有一种什么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他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以前郑捷还不是这样子嘛，郑捷还没有那么恐怖，他比郑捷恐怖。所以我是问过专家了哈，小孩子的时候也许父母还有影响，当然基因是有影响。10几岁以后，他的同侪啊，其实影响比父母比家庭影响大很多了。美玲。我觉得天下父母心哦，其实我们都是为人妈妈的，我们当然都希望就是看到小孩子啊，其实就是乖乖的成长，乖乖的长大。那其实最近看到其实3个家长哦，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张文的爸爸妈妈下跪，我觉得他应该也很痛。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瑜伽场的妈妈于妈妈，这真的是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她哦。我觉得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她才是最痛的，可是她选择了这个原谅，选择了宽容哦。我觉得这也就是刚刚赵德哥讲的哦，我想应该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家庭的家教下，所以今天瑜伽场看到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见义勇为啊哦。当然，我们还看到最近那个新北割喉案啊哈，宣判了以后，我也看到这个杨爸爸真的是痛哭，全身颤抖哦。其实，在看到这一些这个
爸爸妈妈看到这样子的孩子没有办法哦，就是自己孩子不管他多大，没有办法这个平安的长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都是非常痛的哦。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讲啊，就是11年前的郑捷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说要补这个社会的这个安全网都破洞了哦。那到底补了没有？怎么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社政、我们的警政、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教育，我们在这11年当中我们做了什么哦？那当然，刚刚智恩他其实他是在心理上是一个专家，都知道说有些事情他可能无法避免，他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哦。不过呢，我特别要提一下哦，我们也看到赎会特别把它调出来看，就是说在这个捷运警察的当中哦，一般跟一般的中间，竟然它是有一个空窗的哦。那我这边有一个给大家看哦，虽然我们现在一直大家仅仅还在讲说啊怎么样去还原啦，这个真相啦，可能是怎么样犯案啦，又或者是说这个凶嫌呐，他的心理状况、家庭背景等等啦哦，但我不禁要讲哦，就是说现在其实凶嫌已经往生了，所有的这个臆测，其实说真的也是死无对证了。那对于下一次的防范到底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我存疑一个很大的问号哦。可是呢，我们可以在就是大型事件的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或者是在这个警力上面的增加、设备上面安全的这个设备等等哦，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可以做的哦。可是我们看一个数字哦，我们这个警力哦缺到什么程度？107年的时候来报考警专的人哦，有12147人哦，113年剩下4915人，几乎没有人要报考啊。几乎没有人要报考。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从警的环境其实也不是很好，再加上你看，本来我们在立法院也修了警察人事这个条例哦，那结果呢，这个行政院还是不执行哦，所以这个从警的环境这么差，那警力这么少，那我们又知道，其实这个捷运警察又有很多，他可能都是借领的哦，所以我想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哦，也造成这一次哦，在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警力上面的这个防守，或者是在查缉或者在追查上面，我觉得当然有力有未逮的地方了哦，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2019，我们知道有一个台铁杀警案嘛，之后其实内政部当时有讲了一个，就是说捷运这个捷警队啊，捷警队一定要双警来执行哦，这是当时有讲的双警要执行哦，可是呢。后来有这样做吗？没有啊，还是单警。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没有按照当时所说的双警？就是警力不够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能补的，就要赶快把它补起来了哦。那同时刚刚又讲到 face 的部分，我们也晓得，其实在这个北捷杀人案发生之后，其实大家就在问嘛，如果今天张文他没有这样子，就是不管他是这个自尽也好，还是坠楼这个不慎坠楼等等，如果他今天活着的话，有没有可能判死刑？我相信你今天去问他，10个人、8个人、9个人跟你讲说不会。那你想想看，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还有一个公道正义可言嘛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啊，其实完全就是实质废死哦。我跟大家讲哦，现在如果要判死刑哦，你知道吗？所有的死刑案件都必须要在高等法院要进行强制辩护，也就是说，这个死刑犯如果他自己觉得他罪孽深重，他愿意去执行死刑还不行哎，因为一定要经过辩论完毕以后，这是第一关。那第二个呢，就是各级法院如果要判处死刑的时候，必须这一点就是我们大家一直在争议的，合议庭所有的法官要一致决通通同意。只要有一个不同意，其实就这个死刑就不会执行，就不会判，所以这个就等于实时的废死了哦。那最后也是大家。也有一些这个讨论的，就是说，对于我们的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就不得判处死刑。所以，其实我们也看有很多的死刑犯，他往这个地方去钻漏洞哦。所以，我想哦，当这些这个 face 团体一直在讲说，哦，这个 face 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你告诉我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哦？所以，也有人在说，既然没有这个死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至少可以解决，就是这些罪大恶极啊，制造问题的人呐。所以，我想哦，在这个我们过去在立法院哦，不管是我们宪诉法的修正啦，或者是我们提起这个反废死的公投啦，在都是要反映现在8、9成的民意哦。我想我们都认为，其实犯了罪的人就应该要去接受他应有的惩罚。郑瑜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件事件，当然我觉得回溯整个案情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交给专业。但是我觉得作为民意代表的立场，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捷运它为什么会有一个所谓的空间的空档期是为什么？因为整个捷运总队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捷运网络布线这么的周密的状态，我们的总队其实只有203名的警察，再来真正的外勤也只有168名，所以严重是人员不足的状态。但是其实呢，我们在整个议会里面，我们大家在沟通协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的通报系统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哦。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局使用的
无线电的通报它是美规的，捷运公司的无线电通报它是欧规的，也就是说他们两边的系统是完全没有办法连通的，所以这才是我们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要好好的去检视，为什么在这样紧急事件发生的状态之下，每一个单位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安全网锁起来的，这才是我们今天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去看。当然我必须说了，刚刚看到哦，就是1219的这一位嫌犯，他的父亲、他的家人这样替他道歉，我们还是要说罪不及家人，我们看了很心疼。同样的，我觉得废死联盟这时候真的不要火上加油，因为你们没有办法了解受害者的心情、受害者家人的心情，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哦，看到事情，我们来看怎么解决它，如何预防下一次事情的发生。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公共事务上讨论上必须要去重视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哦，整个不管是台北市政府也好，甚至是中央内政部等等，我们应该要把整个社会安全网要好好的去看，不要因为政治事件而去影响了民生第一线的防护，这才是我们要去检讨的地方。约法三章，第一个就是杀人者死嘛。美国到现在还有34个州有死刑，德州曾经废了，后来又恢复了，就是废了也不行哦，它还是有一定的吓阻作用了。你不能说它没有了，当然有些人他说我死刑还是有人这个去杀人呢，但是没有的话可能会更多，杀更多，一定是这样。他一定有某种要做一个事情以前，他总会想想看我要付出什么代价嘛。哦，说完全不考虑付出什么代价的人不多了，有了，但是不多了。休息再回来。